急什么呀？真烦。你开车跟我还挺像啊。我是说你的嘴。哦，那你也是这种眼观六路、嘴骂八方的风格。这骂别人加塞，骂别人不让我们加塞，骑车时骂开车的，开车时又骂骑车的。是啊，现在没法开车了，才发现自己以前多没素质。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像是在骂我呢？你开车带女朋友的时候也这么骂骂咧咧吗？没有，我是跟前女友分手以后买的这辆破车啊，都不知道几手的了。委屈了啊，富婆。我挺喜欢你这种底盘高的车，视野舒服，而且我好久都没坐过副驾了。那你先生一定开的是一辆大好车，后座宽敞，不像我这辆车后面太挤了。哎，你家在哪儿啊？我们往哪开？送我回咖啡厅。我都穿成这样了，你还怕我送你回去啊？我先生下班早的时候会去接我。哦，你先生是做什么的？艺术家。厉害啊！什么艺术啊？哎，你怎么开车的呀？让那车加塞了吧？着什么急啊？投胎去啊！呀，你今天居然主动加我微信？你先扫，要不要通过你看我心情？我看你今天心情不错呀。有机会再见。曾杰，我突然想起一个人。什么人？刘威。你想干嘛？我就是突然想起来了。你是想把去年的事重新翻出来吗？我没想跟你吵架，也不想提这件事，我就是突然……你到底想干什么，白小玲？这件事再翻出来，你很高兴是不是？不是。我有时都会觉得，会不会是报应，才让我站不起来？对不起，我不该提他。我们之前就说好了，那件事过去了就过去了，都烂在心里，谁都不要再提。回家吧。送我回去，你还得再回去加班。算了吧，反正离家不远，我自己回去。我正好也想吹吹风。麻烦你帮我拿下轮椅。白小玲，我不知道你今天是怎么了，但是去年我们就说好了，这件事谁都不可以再提。我再提醒你一句，当时说的可是谁要是想离婚不想过了，再把这事儿给翻出来。我问你，你又想离婚了是吧？不想。你还没把我爸妈的钱还回来，我怎么跟你离婚呢？今天是我不对，我不该提，以后我也不会再提了。是，她很漂亮，也有气质，家里还很有钱，所以很多人认为我娶了一个完美的女人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她经常会用最冷淡的方式说出让人难受的话。
而且始终都带着一种蔑视。我是艺术家，是教授，她只是个暴发户的女儿，可她偏偏带着不知从哪儿来的优越感和冷漠。可能是她从小生活的条件太好，追她的人太多，她认为所有的男人都应该视她为中心。他想抓你婚内出轨的证据，是想分你的财产。你不是说他家里很有钱吗？有谁会嫌钱多吗？我们有不少的婚内财产，他应该是想让我净身出户吧。幸好，你老婆请来帮助他的人是我。为什么告诉我，你其实是白小莲雇来让我出轨的呢？他让我先去酒店砸了你的作品，他说你不会生气，只会开心。他还真是了解你啊。你做到了。但是我看到你的时候就喜欢上你了。我对陶瓷没什么兴趣的，对宗彦也不喜欢，但你让我明白，那你也可以无与伦比。这一句话是真心的哦。我连初恋都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男人，我之前遇到的男人都太不堪了，眼高手低的大学生，没钱没理想的混子，毫无品味只知道炫耀的富二代，还有我前男友那样不甘平凡却只能平凡的普通青年，他们都没有办法跟你比。虽然我知道我跟你不会有任何的结果，但我还是忍不住的喜欢你。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没有结果呢？宗大师，你受得了我这样一个满身宗艳的人吗？我为了钱都能去勾引别人老公的。但你真诚。我骗不了自己的，我真的喜欢上你了。所以我还有更重要的证据，50万就给你。我老婆给了你多少啊30万，尾款还差20。那你就没想过再拷贝一份给她？我喜欢的是你，又不是他。20万呢？万一你变心了呢？我都这么喜欢你了，你还不相信我？那好，我还有一份视频，是你老婆找我时我偷录的。她亲口说，让我勾引你，再拍下证据。这你都录了？对啊，我怕他不给我剩下的钱嘛。这个视频对你肯定有用，有了这个，你还会忌惮他吗？你觉得我会忌惮他吗？其实我早就想结束这段婚姻了。还有就是，我也喜欢你。可惜，我也接受不了宗艳。出轨就是宗艳。你还记得吧？我跟你刚开始的时候，是要先跟我前男友分手的。我只要现金，你老婆给我的也是现金，80万现金。你应该很快能准备好吧？嗯。梅弟儿，回来喽！啷个巧哦，我刚要走噻。你怎么又过来了？来城里办件事，过来看哈你嘛，梅弟儿。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别叫我妹夫，我跟你妹没结过婚。
没结过婚又咋个了嘛？你在我心里永远是我妹弟儿。再说了，这手里又没别个，你婆娘又不在。哎，你婆娘叫啥子来着？邓小玲是不是？别说是你婆娘嘞，就算你带个别个女人，我也装到不认识你噻。我啥时候坏过你好事儿嘛？哎呀，可就是我妹儿哦，没了这个命。算命的说过群命，没得嫁给你，就是她的命不好，没得办法。可是我命好啊，我有你这个妹弟儿。等着！就这点儿哦，现金就这么多，我给你个卡号噻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能转账。哈喽，那你是怕别个晓得你有这个过，还是怕别个晓得我有个妹儿哦？还要多少？别说的，我好像在讹你噻。老家的房子要修了，我妹儿那儿也该修了，不多，10万。下周来取钱，但是来之前一定得告诉我。好，那我就再跑一趟噻。林珊，你每次管我要钱，我都给你了，但是你给我记着，嘴上别乱喷。我罪还不严吗？我罪要是说出去了，让你那个有钱的婆娘跟你离了婚，不对，你那个婆娘好像是腿坏了，肯定离不开你噻。哎呦，妹弟儿啊，现在你舒服的很。我告诉你，林珊，想要钱的话，把嘴给我闭上。张姐，你是我妹弟儿，不是我哥，别跟我吼噻，还是啥子艺术大师嘞，要懂文明讲礼貌噻，听到没得？走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的车好久换了，换的时候跟我说一下，给我看看嘛。啊？都给我处理掉，还有那些垃圾作品，有瑕疵的、有宗眼的，一个都不要留。把里边的给我拿出来。可惜啊，你们做事还是不够细心。如果把温度控得再精准一点儿，还能出这么多问题吗？曾老师，这些都砸吗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没有一颗追求完美的心，你怎么做出好作品？老师，他。你又来干嘛呀？采访啊？你好好的东西就这么砸了，不可惜吗？有宗眼的作品我都会处理掉。你不是知道什么叫宗眼吗？哦，知道，小薇跟我普及过。这个小薇是你什么人？我前任，分手多久了？去年分的。那你找了她1整年了？没有，就这几天。
曾教授最后一次见到刘威是什么时候啊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一个人，怎么可能见过面？哎，要不你查查自己的通讯录？这位朋友，我很不理解你的行为，但是我不会干涉任何你想干的事儿。同样，我也不希望自己一次次被你这样莫名其妙的骚扰。我不知道你和你的前任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，已经分手1年多，突然要找他，因为这是你的私事儿，我无权干预。我只希望下一次你别来找我。哇，曾教授是不是学过表演？这演的真像不认识刘威一样。我确实不认识他，我也不认识你，请你离开我的工作室。呀，碰瓷儿啊！报警吧！报警！报警！这个人打坏了你的作品。这些是本来就要处理的有宗严的残次品。这是我学生的作品，即便他有宗严，也是完成的作品，我们可以任意处置，而你没有这个权利和资格。你闯进了我的工作室，砸坏了我们的作品，我当然得报警。曾大师也这么无赖啊？有什么话留着，跟警察说。这东西多少钱？别讹我啊！你怎么那么冲动？你砸人瓷器干嘛？他要走，我就拉了他一下，他就把自己手里的瓷器摔到地上了。而且我去的时候，他们正在砸那些瓷器，那些都是有宗严的残次品，都是要处理的。被曾大师给阴了。我跟你说，小薇的事一定跟他脱不了干系。他今天整个人对我都是有敌意的。他要不是心虚的话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干？都是推测，没用。推测是为了建立和明确方向，只要方向没错，我就肯定能查出来。你吃饭了没有？我这还没到家就来找你，你说呢？网上那些曾杰的信息，你仔细分析过吗？什么信息啊？曾杰是完全靠自己在外打拼的，家里条件不太好。上大学的几年都是靠勤工俭学和奖学金，但是读研期间他突然间经济条件转好，还会开着车去上学。读研毕业之后呢，他留校当了老师，之后2年内作品不断得奖，再后来他就结婚了，老婆家里是经商的，挺有钱。那他就是在读研期间认识的他傍上富婆了呀，这逻辑就说得通了。曾杰通过他老婆家的钱改变了自己。所以他怕他有外遇的事情被人发现。没错，他老婆应该完全不知道他有外遇的情况。这你怎么确定啊？基本上能确定，就是要再找一找。怎么说？去找曾杰老婆？这明显是一个可行的路线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乱来，一切都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。终于开始步入正轨了。你肯定也觉得曾杰很可疑吧？快说说，你还有什么收获？我觉得其他的也没什么用。网上的采访大多都是重复性。不，了解一个人很重要。就比如你今天告诉我这些信息，就非常关键。我原本一直以为曾杰的事业成功是很轻而易举的，没想到他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是一个经历磨难的普通人，这个就很重要。怎么重要？怎么重要呢？啊，一个市场里边有这么一群保安，这保安队长退休了，从底下兄弟选一个上来接替。这个保安想当一个好领导，当他上任之后，就会对原来的兄弟更加严苛，动辄训斥辱骂，不吝责罚，稍微犯点错就会严厉惩戒，开除起来更是毫不留情。人的心态会随身份改变，人想要攀登高位，就一定付出过代价。是啊，如果曾杰从穷苦的家庭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，他一定非常在意，不会让自己的地位和生活受到影响。真希望你是错的。这么看好我啊？不是不看好你，是如果你是错的话，小薇就会没事儿，这是最好的。我肯定不希望那样的结果。大姐，我要2包这个，然后再给我根棒棒糖。好。大姐，
请问咱们村哪儿是画画的呀？画啥子？就是画画。都是啊。都是。除了我家开超市，你看全村都是画画的。全村？嗯。那能赚钱啊？小伙子，为了生活没得办法嘛。大哥，能跟您打听个人吗？你找哪个？你们家之前有没有一个叫曾杰的在这干过？曾杰？哎，我们这儿有没有叫曾杰的啊？没得，没得曾杰的。你是要画啥子？哦，他是画……哦，连我们这儿都画的是梵高，你准备画啥子？啊，咱们这儿是这么分哈，都画的一样咋挣钱呢？那个每个树啊，它都有专攻。你看对面，它就是高跟，再往那个东面就是莫奈，再往后面就是毕沙罗。啊，全是印象派啊。我们以前也画过毕加索，也画过达达图尼，现在生意撇了。我们村上呢，基本上都是印象派，没得你要找的曾杰。啊，谢谢大哥，我再去别家打听打听。啊，慢走啊。大哥，哎，老板，看画啊？哦，不是，我是来打听个人的。你们这儿以前有没有一个叫曾杰的在这儿画过画？姓曾的呀？哎，我记得以前市场有这么一个人呀，曾帅。曾帅？啊，他叫啥名字我记不到了。姓曾，人长得帅，大家都喊他曾帅。啊。哦，我想起了，7、8年前的事情了的嘛。这是7、8年了，有10来年了吧？那个时候你那个娃儿还没出生的嘛。哎，这小子厉害哦，可以同时画2幅画。同时画2幅画？啊，他就是手脚快点儿嘛。哎，不过那娃师兄比别个的钱都赚得多，他家里困难，要拼命的挣钱。这么拼啊？缺钱啊！老爸现在住院，家里是1分钱都借不到，40万，我上哪儿挣去？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，我还被保研了。就算是奖学金我能拿，可我还得吃饭的吧？这么一幅画能卖多少钱？睡莲村里卖500，批发最低350。日出这2年比较火，每张能多卖个50块。这些画画廊买走了，一张能卖个2、3千。我画一张的工费是150。这么看来，这艺术品也不贵啊。你管这叫艺术品？这不就是复制吗？毫无创意，顶多算个工艺品吧。不配，工艺品也不配，它就是个垃圾，垃圾。那他后来是赚到钱了就走了？赚是钱，他又不是魔来，他一天画一幅画嘛，就是100多块钱嘛，要凑够40万，不吃不喝嘛，也要画2、3千幅画嘛。他后来去上学去了，本来上学可以接到画，但是他一直没过来。哎，这几天正好，我还弄老照片存到手机头了，正好有他照片上。你看，这是我们的合影，这个就是曾帅。哦，对，就是他。哎，那他边上这女的是？我记得叫林芳，是高跟的业务员。林芳，他跟这个曾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有啥子关系哦？哎，但是我晓得有一个女的经常来找曾帅，哎，是个有钱的女的嘛。有钱的女生。是一个，你记到不嘛？开个跑车，就是的，长得帅，实话实讲。我还是把你们的有个富婆来找我的，你看你个样子哦，怕那些富婆的眼睛都瞎了。大哥，能不能把你手机里那张照片发给我呀？行吧。啊，还有，你们有那个领房的联系方式吗？干嘛？
这个时间我肯定上班啊。不是，你还真找到人以前打工的村子里了？什么林芳？你给我发过来那条信息什么意思啊？林芳和曾杰关系好，好不容易打听到的，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根本打不通。这个人可能是突破口，他和曾杰的关系一定不一般。有什么不一般的？不就是一张合影吗？大哥，你观察力怎么那么差？你仔细看，放大了看啊！你看看林芳的眼神，是不是在看曾杰？是，照片是模糊了一点，但是你仔细感受一下，像不像是恋爱中人的那种感觉？你再看看林芳手背上，沾的全是颜料。他就是个业务员，又不是个画画的，他怎么会沾那么多颜料？他就算拿东西的话，他也不能沾在手背上啊！你再看曾杰，满手都是颜料，那明显是曾杰摸林芳摸的。还真是。这个林芳什么人？根据我现有的推断啊，当然我的推断能力你是知道，我推断林芳就是曾杰早年的女朋友，多半是没公开的那种。曾杰呢也确实出身穷苦家庭，没什么钱，哎，但是华家村的人跟我说啊，他们看到过一个有钱的女的来找曾杰。至于是不是他老婆，这个我想个办法再去搞清楚。你又要去找人老婆？喂，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？我那是去调查。你这么骗人，觉得自己特光荣是吧？我怎么就骗他了？如果曾杰真的像你我想的那样是一个衣冠禽兽，那我们就是救他老婆于水火之中。他老婆看上去不像是个坏人。行吧，再捋捋。隔了一天你才心情好啊？心情一般，你在干嘛？我在思考一些事情。今天忙，没有时间去咖啡厅找你。你应该忙才对，我加你是来催更的。催更？对啊，我把你的视频都看完了，没新的了，赶紧更新。谢谢大姐，有没有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啊？没有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更新？我最近太忙了，而且没什么灵感。你知道做视频嘛，没灵感的时候是实在没办法。你不怕掉粉？我怕呀，但是没灵感做出来那些不好看的东西掉得更快。好吧，那没事，我把你删了。别呀，这刚加删，为什么要删啊？大灰灰，我是个残疾的已婚妇女，你至于这么饥不择食吗？我现在在你面前不是一个护工的身份吗？顺便告诉你一下，我坐了轮椅之后，家里钱都是老公管了。你就算不想努力了，我也帮不了你。别把我想的这么龌龊了，人和人之间要有最起码的信任。那今天先不删你，等心情好的时候再删。我要休息了，再见。曾杰，白小玲，你为什么会看上曾杰呢？你应该不知道小薇的存在。你知不知道曾杰的秘密呢？嗨，怎么样啊？哎，白小玲是个女老板儿，应该算是个富二代吧？
那公司是他爸妈出钱搞的，他爸妈都退休了，他爸一直在医院，不晓得是中风偏瘫还是啥子的，反正1年多了还在休养。她老公是个教授，还是个很有名的陶瓷大师。他以前怎么样？他读的就是个普通2本，学管理的，看起来没啥子好上学，不是旅游就是搞一些学校的水产活动，股票的不错。哎呀，不过可惜哟，现在站不起来了。哇，哪来的？你不知道我帮到查的，所以他和他有关联的同学、闺蜜、朋友学的社交媒体，我说那爬虫爬了个遍。她老公没得，她老公几乎不用社交软件，要么就是这个人很自律，要么就是很谨慎。你都搜到什么了？这个白豆林，上学的时候睡的人很多，不过耍朋友就耍了1次，和他的师兄。毕业后师兄出国了，他就单身了很长时间，没得好久就结婚了，3年前吧。婚后生活怎么样？我不晓得，我又没结过婚。我说白小玲。哦。他婚后的社交媒体发的都是些不痛不痒的东西，看不出来啥子。不过从他的互动来说，我觉得别个还是挺羡慕他的。还有个追求者叫张爷，一直在他的社交媒体下面点赞捧臭脚，一直到去年年底，这个张爷不见了，我觉得是被拉黑了。追人嘛，哪个可以让他轻易放弃呢？没什么特殊的了。当然我能查到的就是这些了。大哥，我又不是警察，我能查到这些已经很不错了。也行，反正我也没指望你给我什么惊喜。喂，我可是搜了2个小时了，你自己去查，2、3天也查不到这些。哎，你想做的？你是想勾搭已婚富婆呢？神经病！我是查正事儿呢。你待会儿把你查到的全发我手机里啊。我再送你一个文档。什么文档？如何取悦富婆？滚！发过去了。有空吃饭吗？明天你还在咖啡厅吧？从今天开始，全都忘了吧。忘得了吗？那就永远不要再提，就当是从来没有过这个人。以后，谁要是再提这件事儿，就当是不想过了。好，这个烂事就烂肚子里。老说是你，就是带个别不了。妹夫儿，
哎，不是没份了。多少钱？哎，没说完呢。还有啊，对不起。老爸住院了，家里现在是一分钱都不是赚。一个市场里边有这么一群保安，保安队长退休了，就会从底下兄弟里边挑一个。对不起，再来。来，停，来。这个保安呢，想要当一个好领导，上任之后啊，他只会对原来的兄弟更加严苛，动辄训斥辱骂，毫不留情。动辄训斥辱骂，不令责反。好，你帮我看一下这句话要怎么说？如果用四川话，全称到，全称那不种地啊？那不种地，算了，全称。那不种地啊？白小玲是个富二代，应该算是个女老板儿。女老板儿。我就想问下你好多钱一个月？不得行哦，我是他承包的。说话的时候多加点手势。他又不是我来。生活化，对，生活化，你身体可以动一下，不要这么僵。他又不是我，不要太干了。那他1000块钱，收，哎，越好玩越好。前面你弄不用这么直，不用那个2副那种。不好意思啊，水上哦，有，结果没有。来，拜拜。不如你就坐上这个席位得了。开回去吧。不如你开回去，咱这儿就上去了。但是，不是。师傅，大哥，你故意的。